欢迎您收看澳洲麦克讲税法第66讲：澳洲新冠疫情840亿政府补助。大家好，我是澳洲麦克讲税法的麦克。最近这个新冠肺炎已经蔓延了整个澳洲的各个的州。当然了，澳洲政府的话也是做了一些相应的政策来缓解这个新冠肺炎对这个经济的影响。那最引人注目的应该就是澳洲总理在2020年3月12日公布的一个176亿的一个经济补助，随即在下一周他又公布了一个660亿澳币的一个经济补助，总共多达840亿的一个经济补助。那这个840亿的经济补助，很多人就在问我到底能拿多少？我这边的话就想用这个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就是大家对这个经济补助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那最主要的话，我把它这个经济补助分成了2个部分。第一个的是关于企业能拿到什么样的钱，第二个的话是个人能拿到什么钱。那对于企业这方面的话，有6种经济补助你可以拿到，那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好吧，我们先说企业。那企业的话，第一个就是关于你有一个叫做资产立即抵扣的一个政策。那原来的话，这个资产抵扣的话只是限于3万澳币的设备啊，3万澳币以下的一个设备，才能做直接抵扣。现在的话，政府的这个政策的是直接提到了，你这个设备如果是购买在15万澳币以下，你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直接抵扣。直接抵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本来这个设备你是必须要去折旧，比如像分5年去折旧，那你不需要去折旧了，你第1年就可以把这个支出放到你的这个盈亏表里面，减少你的利润，这样的话你就少交税了。之前的话，它的这个规定是说，只有5000万澳币以下的营业额以下的企业才享有。现在的话是上升到了大概你的这个企业是在5亿澳币营业额以下的，你也可以享有这样15万澳币的一个资产立即抵扣的一个这个政策。但是呢，你必须快，因为这个政策的话是限于你在2020年6月30日之前购买的这些设备，然后必须在2020年6月30日之前去用于你的这个生意，你才可以享有这样的这个折扣。那这个折扣下来以后的话，肯定对你的这个税务肯定是很大的一个帮助，减少了你这个税务负担。那这是第一种，然后给企业的一个经济补助。第二点，政府给的这个经济补助就是额外的50%的折旧抵扣。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说给你的资产额外的一个50%折扣，而不是说仅限于你平时正常的折旧。OK， 那这个是对于什么样的资产呢？是对于是说2020年6月30号之前买的资产，不是刚刚说有一个资产立即抵扣吗？那现在的话就不能是100%的做折旧，只能50%。刚刚说是15万澳币可以直接抵扣，所以的话这个是针对于15万澳币或者15万澳币以上的资产可以有额外的做抵扣。还有就是从2020年7月1日以后在1000澳币或者1000澳币以上的资产你可以享有一个50%的折旧抵扣那这个的话也是有一个限制，就是说企业的营业额在5亿澳元以下才能享受这个额外的50%折旧抵扣。那还有一个限制，就是说这个购买时间就比刚刚的这个资产立即抵扣更长一些时间，就是说也是需要你购买和安装这个设备的时候的时间是在2020年3月12日，也就是说这个总理在宣布这个经济补助的那一天
到2021年的6月30日这段时间，也就差不多会有15个月的时间，你可以做这样的事儿，然后购买这些资产有额外的50%折旧。那这个怎么计算的话，我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公式，一会儿我会跟大家一个案例，这样大家会更清楚。这个公式是什么？就是这个总折旧就等于这个资产的价格的50%，这就是折旧的价格，再加上就是折旧完50%后的剩余价格，再乘以一个它正常的折旧比例，就等于这个总折旧。OK， 我们大家用一个案例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案例的话，就是说有一个 ABC 公司，它在2020年的7月1日购买了一个价值30万的一个设备。那这个30万的这个设备以后的话，它本身就是平时的正常折旧是20%。但是呢，就是在2020年的2月21财年，也就因为我们是2020年的7月1日买的嘛，所以是在2020年到2021年的财年。它的折旧的总折旧可以是18万澳币。那这个18万澳币是怎么算出来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说这个设备是30万澳币，那30万澳币乘以50%就是15万澳币的一个折旧。那这个剩余就是这个50%折旧完的剩余价格是多少？就是30万澳币减去15万澳币，就是15万澳币的一个剩余价格。那用15万的这个剩余价格再乘以20%，也就是它正常折旧，就等于3万澳币。那这个15万澳币加上3万澳币，就是在2020年到21年这个 ABC 公司的总折旧是18万澳币，这就可以大大的减少这个公司的利润，也减少了这个公司的税务。这个就是第2点，政府给的这个企业的一个经济补助。然后第3个部分的，政府给的这个经济补助就是可以延期你交税的这个金额，延期多久？延期4个月，也就是从现在，如果你在税务局的话有一些税金，比如像消费税啊，或者是代扣税，就是员工代扣税或者是边福利税之类的这些税，你如果现在欠着税务局，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影响你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发展或者继续进行，你可以延期4个月再去上交这个税务局，也就是从现在延期的话，大概是在7月份你再去交就可以，而且税务局是免除了任何的一些罚款或者一些是滞纳金。OK， 这个延期到7月份，并不代表你这个钱就不交了，这个钱你还是得交，只不过是说你在这4个月的话，你没有这个义务需要去马上去交给税务局，这样的话留余了更多的现金为你现在维持你这个生意的发展，如果你是被这个新冠肺炎受到了这个影响。好，第4个部分这个那个政府给企业的一些补助的，就是说一个叫做把之前的预缴税拿回来。什么叫预缴税呢？就是对于一个公司或者是个人，你做这个生意的时候，你可能会需要根据去年，如果你去年有交税它会在今年的时候让你去每个季度预缴税。那我们现在说的就是19年的7月份，7月1日到2020年的6月30日。现在9月份这个季度，19年的9月份季度和2019年的12月份季度已经过去了，你该缴的预缴税在这2个季度已经交上去了。打个比方，你在9月份交了1万，你在12月份也交了1万的预缴税。因为你去年可能交了4万澳币的一个税金，所以的话，你今年的话每个季度要交1万。那因为受到的这次疫情的影响，你可以在3月份的这个季度的时候的话，你把9月份和12月份的这个1万块钱、1万澳币
在这个3月份的季度的话，你可以申请退回来。当然了，这个需要税务局那个会计师的配合，帮你去把它要回来。如果你是受到的这个影响，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了。但是你虽然退回来了，并不代表你就不交了。如果你在2020年6月30日做你的这个企业所得税表或者个人税表的时候，你是需要交税的，你这些税还是得补。然后只是说给你的一个缓冲，或者是把你之前交的这个税先拿回来，先暂时用着等你要到时候要交税的时候，你还是得交。但有些企业可能是说在这4、5个月的时候的话，其实被这个疫情影响的很大，其实在这段时间完全都是亏损。那有可能你的利润和亏损就是已经抵消，到年底的话，可能本身就是一个亏损或者持平的一个状况，那其实也是合理的，你把之前所交的预交税给要回来。第5个部分的话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每个企业可能可以收到政府的2万到10万不等的一个免税现金补助。这个是怎么回事？我今天跟大家稍微理一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有4个条件你必须要满足，你可能才能拿到这个2万到10万的这个补助金。那条件1，你的营业额必须是在5000万澳币以下。这个营业额怎么来算？是它要看你上一年你所交的这个税表里面，你是否是这营业额是在5000万澳币以下。那最近的就是19年，如果你19年的报表或者是这个税表还没有上交的时候的话，它可能就会看2018年的这个税表到底是多少，然后来满足，看你是否满足这个条件。那大部分的企业应该都是满足这个条件的。那第2个条件的话，就是说你必须要是说在这段时间2020年的1月份到2020年的6月30日去上交你的季度报表或者是月报表，然后你可能可以满足这些条件，好吧？第3个条件就是说，你必须要给员工付工资，也就是在1月份6月30号之前的话，你要付员工工资。你不一定非要给员工工资做代扣税，有些人会做代扣税。这个就是一会儿我会说到关键点，你到底能拿多少？就是在这个代扣税上。第4点的话，我分成2个部分，因为第4点的话，它是说你只要满足其中的1个条件，你就可以满足第4个条件，好吧？这2个条件是什么？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你必须是在2020年的3月13日不是2020年的3月12日之前，你有上缴你2019年的企业所得税表或者个人所得税表。那可能很多人现在还没有上交他的税表，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得看一下第2条。如果你已经上报了，那你已经满足了第4条了。如果你没有满足，我们就看第2条。那还有一个什么条件？第2个条件就是说，你在2018年7月1日到现在，也就是1年半多的这个时间，你是否有向政府申报季度报表或者月报表，而且是有申报收入？其实税务局主要看的是说，你在这段时间，就是在2020年的3月12日之前，你是否有真正的在经营你的这个生意？也就是说，你如果现在开一个这个公司，说开始我发工资是不可以的。他可能是觉得，就是说，如果你新的开的公司，估计你也不会去开这个公司了，因为现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所以的话，它只限于给已经在经营的公司，它才能满足这样的条件，那就是4个条件，好吧？如果你是这个4个条件你都满足了，那你有可能就会得到这个2万到10万澳币的一个补助金。那你怎么拿到这个补助金呢？那它是分了2个阶段拿的这个补助金。那我们先说第1个阶段。第1个阶段的话，我分两种情况来说。第一种情况的话，你是季度报表；第2种情况的话是月报表。那第一种的话是季度报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你每一个季度是在2020年的3月份，对吧？是第1个季度。第2个季度就是2020年的6月30日。
如果你在3月份这个季度你申报这个季度报表的时候，你是有发工资的，你可能就给员工的代扣税只有可能10块钱，甚至可能只有1块钱。OK， 你有代扣税一点，甚至你就是没有代扣税，好，你就是0，好，那你会在上交了2020年3月份季度报表的时候，在4月份，好，你就有可能会收到政府的1万澳币的这个补助。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如果你的工资只有可能5000块钱，那这个5000块钱，然后你的代扣税只有打个比方是一块澳币，哈，一块澳币，那你的这个补助金1万澳币进了你的账上的话，那1万澳币减去你这个1块钱澳币所要交的这个代扣税，那你从政府基本上拿了9999。好吧，然后呢，到第二部分的时候，到6月30日的时候，你上交这个税表，你就拿不到任何的钱了，好吧？然后我再说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你有代扣税的这个钱，那你代扣税的钱，如果你在3月份上交的时候，你有2万澳币的一个代扣税金，这个不是给员工的工资哈，员工的工资可能会更高。比如像20万，好，打个比方，然后但是你的代扣税金是2万5，那你当上交的这个3月份季度报表了以后的话，2万5上交以后，那税务局也给你返2万5，也就是你这个代扣税金基本上你是不用付的，他其实用这个代扣税这个政府给你的2万5抵消了你本来要给员工交的2万5的代扣税金。好吧，然后在你交6月份季度报表的时候，你申报的给员工的代扣税金的话，也是2万5。那政府会在7月份的时候，也再给你放2万5来抵掉你的这个6月份的代扣税金。那加起来就是5万澳币。那有些人在问，那如果我的在3月份季度我就有4万澳币的一个代扣税金。那我在6月份也有4万代扣税金，我是不是能拿8万？不是的，因为在第一阶段你最多能拿5万澳币的一个税金，也就是说你在3月份拿了4万澳币，在第6月份季度的时候，你虽然有4万澳币的代扣税金，但是政府只会给你1万澳币。好吧，然后那同样的道理，3月份季度你只有2万澳币的一个税金，那政府给你返2万，6月份你有2万，那再给你2万，总共是4万。如果你是在6月份是3万澳币的税金的话，那就返3万，因为最多在第一阶段你只能拿5万，好吧？这个是季度报表。第二就是月报表，月报表怎么拿呢？月报表因为你的1月份和2月份的这个月报表已经交上去了，代扣税金已经交给税务局了，那他就是看3月份，那3月份这个月的你的给员工的代扣税金是多少？然后打个比方，你就是说只有5000澳币，那5000澳币的话，它就会乘以3，也就是1万5澳币的一个代扣税金，它会给你，它就是预计，它就没有是说帮计算的那么复杂，把1月份、2月份算进去，它就直接用3月份乘以3，就把1月份、2月份的代扣税金以及包含进去了，你在4月份就可以拿到3月份你交上去的这个钱。后面的话就是分别是4月份、5月份、6月份，你上交了你的月报表以后的下一个月，你基本上就可以拿到政府对等的一个税金。同样的道理，第一阶段你最多只能拿5万澳币，你在前期，比如像是3月份、4月份、5月份已经拿满了5万澳币，那你6月份就没有了，好吧？然后这个是第一个阶段，你可以拿到澳洲的这个现金补助的这个钱哈，然后我可以说一下，这个政府给的这个钱哈，最多5万澳币的钱的话，是完全是免税的，好吧？然后第二个阶段是怎么拿这个钱呢？第二阶段的话，我也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就是如果你是季报表。好，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月报表。那季报表的话，你交上去了以后，它是在6月30日你交完了以后，如果好，我们刚刚说了，你只有很少的一个代扣税金，你只在3月份上交以后，4月份拿了1万澳币，那你将会在
6月份季度报表交上去以后，7月份大概7月份的时候会拿到5000澳币。它的第2阶段的这个补助金是等于你第1阶段的补助金，也就是说你在第1阶段你能拿到1万澳币，你在第2阶段就可以拿到1万澳币。那这个1万澳币，它这是怎么分阶段给你呢？如果你是季报表的话，它分2个阶段给你。第一个阶段就是在6月30号季度报表交上去以后，7月份给你50%的第1个阶段的这个现金，也就是大概5000块钱。我们刚刚说他拿了1万嘛，然后在9月份季度，就是2020年9月份季度报表交上去以后，在10月份再会拿5000澳币。好，如果有些人的话说，你不是有10万澳币吗？他是怎么得来的？好，如果这个人的话，他是之前3月份、6月都是上报了2万5的那个代扣税金，也就是说，在前半年他是拿了5万澳币，好，这个代扣税金，然后政府给了5万，他同样在第2阶段也会给5万，他怎么给？也是同样的方式，6月30号你结束完了以后，然后呢，他会在7月份的时候，大概再给你2500，不是25000澳币的一个税金，在你把9月份季度报表交上去了以后的话，它再会给你25000澳币的税金，也就是说之前的5万澳币的税金加上后面9月份以后，又拿了总共就是7月份和10月份拿的这个5万澳币的。这个代扣这个资金补助加起来就是10万澳币，政府给的一个经济补助。那月报表是怎么回事呢？月报表的第2个阶段也是同样的，它第2个阶段也是等于你第1个阶段拿的这个资金。如果你是5万澳币那也就是你可能会是在6月份季度那个月做了报表以后结束，拿到25%的第1阶段的资金，也就是5万澳币。那你在6月份上交以后，在7月份你就大概可以拿到12500澳币，相继你在后面的8月份、9月份就可以陆陆续续拿到另外3笔12500澳币的一个经济补助，加在一起也是这个10万澳币。所以的话，为什么就是说有些人能拿到2万澳币，有些人能达到10万澳币的一个原因，好吧？但是有些人他会是说，去为了拿到这个经济这个补助，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在今天，因为我今天录制的视频是在3月25日，我今天刚刚看到税务局公布的一个消息，就是说，如果有些人是因为了拿到这个额外的现金补助，做了一些非常大幅度的调整，对于这个工资，他有可能会做一些审核。所以的话，你在做的过程中，一定是按照合法的去做，可能到时候税务局才不会找你的麻烦。好，这个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最后一点，第6点，就是这个是跟税务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个是完完全全是关于是说，你如果有雇佣一些学徒，这个学徒50%的一个工资，你可以拿到一个50%的工资，然后这边的政府会给你放到你这个雇主的口袋里，但是它是有条件的。那第一个条件的话，就是说你雇的全职的员工，这个企业雇的全职的员工是在20人的以下，你才可以，这是第一个条件。第2个条件就是说，这个学徒不是任何的学徒不是说我的公司里面他就是我的学徒，不是这样的就是澳大利亚现在统计大概是将近12万的一个学徒，其实政府的这边都是有档案的哪些是学徒在哪一个企业里面去上班这个钱是跟着学徒走的，如果这个学徒在这个公司上班，这个公司才能拿到给学徒50%的一个工资。这个学徒一定是注册在这个英文叫做 Australian Apprenticeship Incentive Program， 翻译成中文就是澳洲学徒
补助计划的一个机构，必须注册在这个机构，而且以后你会拿到这个50%的这个工资，也是通过这个机构发放给这个企业主的。这个时间的话是在什么时间？是在2020年的1月1日到2020年的9月30号，你给学徒发的工资的50%。那是不是你说，如果我给学徒发了那个10万澳币，然后我就能拿5万？不是，它是有限额的。它是每个季度的话，每个学徒是限额是7000澳币。也就是说，每一个学徒在这9个月的话，最多这个企业可以从这个机构拿到21000澳币的一个补助金，这样帮助了这个企业的话，继续的去支付这些学徒的工资。那综上述所说就是其实这些所有的政策，就是说能帮助企业，是说你能不能就是说本来你可能要年底要去购买的一些设备，你现在购买那现在购买其实是帮助了缓解这个经济下滑的一个这个趋势。还有经济下滑了，大家都没有去购买了，那这个可能你的员工就会失去工作。那这个经济补助出来的话，就是说企业主请不要就是开掉你的员工，继续在这个企业里面去做，我们政府给你一些补助，让你去继续去雇佣。其实这个所有的政策都是围绕的这2点，好吧？然后第二个部分我们刚刚说是企业的部分，现在我们说个人的部分，政府有给哪些的政策？那个人的话，我分成2部分说。第一部分的话是关于一个他通过这个政府的一个叫做 Centrelink 就是他的一个救济金的一个机构来发放的。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是通过你的养老金。我先说这个 Centrelink 就是政府的这个救济金，它会怎么给？这个的话我分2个部分来说。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关于失业人士。那失业人士的话，有可能就是说你是自雇，但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你基本上就没有任何的生意可以去做了，或者你是临时工，比如像你在餐馆打工，你是一个临时工，然后因为这个疫情，老板说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没有客人了，那你可能不能在这里上班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向这个 Centrelink 的这个部门去申请一个经济补助 ，OK？ 那这个政策其实一直都是有的它分2种人，就是一种人就是说它叫做 job seeker 的 allowance job seeker 的意思就是说你寻找工作的一个经济补助。那这个是限于你的年龄是在22岁以上的 ，OK？ 第二种，如果你在22岁以下呢，那政府也有一个叫做 Youth Allowance， 就是年轻人的一个经济补助的一个款项，那就是你22岁以下这2个经济补助大概政府能给多少呢？就是它会多给每2周多给550澳币。OK， 这个是在你本身可以申请到这个经济补助的之上，就是再增加的550澳币，好吧？然后再跟大家大概普及一下，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说 Centrelink 给一个叫做 Job Seeker， 还有一个叫做 Youth Allowance 的，大概他们给这些人的话，每2周是给500多到600多不等，根据你的这个情况。如果是2个人的话，可能每一个人能拿500多，也就是2个人的话，他可能拿到1000澳币。这是每2周的这个钱。那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所以他会政府在这个基础之上每2周再多加550澳币。但是它有几个条件说你需要去满足，但是你就需要去声明你是满足的。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你的小时数，就是你在申请的时候，你必须是说你的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你在工作的环境那个地方小时数是减少了20%以上，好吧？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你一定的话就是说是在这里的是公民或者是永居权，你才可以，好吧？然后
这个就是关于你如果失去工作，或者是你的工作小时减少的，你可能能拿到的一些补助金。如果你拿不到这些补助金，比如像是一些老人然后或者是一些家庭，他们可能就是本人就没有工作，然后也有拿这个 Centrelink 的一些补助金，或者是一些退休军人或者退休人士，他们本身也会在这个 Centrelink 拿钱。那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可能额外的一些负担，这些人也可以从政府能拿到一次性的2笔750澳币，所以加起来的话，大概是1500澳币的一个补助。那第一笔的话，公布的是大概是2020年的3月31日可以拿到。第二笔的话，大概是在2020年的7月13日可以拿到。所以，如果你是在这个这样的人的话，那你可能就注意一下，问一下那个 Centrelink 你什么时候能拿到这笔钱，好吧？然后第二个部分我要说的话，就跟 Centrelink 就没有关系了。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关于你可以从政府拿到最多，不是从政府不好意思，就是从这个你自己的养老基金里面拿最多2万澳币的钱拿到你自用。OK， 一般你养老基金你是怎么来的？养老基金不是政府的那个养老基金你退休了以后拿这个养老基金，这个养老基金是你的雇主或者是你自己在工作的这段时间，那雇主会给你9.5%的养老金，就是你的工资的9.5%，或者是有些时候你自己会额外的放一些钱到养老金里面，你可能会积攒你比如像工作了10年，你可能会积攒到大概可能5-6万或者3-4万。那这个钱就是你自己个人的养老金。那本来的话，你是在60岁或者65岁以后，你这个钱才能拿到。但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是说没有任何的一些罚款或者是滞纳金，也没有任何的税，你可以提前，你就算没有满60岁或者65岁或者其他的条件，你可以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你可以提前把这个钱拿出来。好，那分别的这个时间就是在2020年的6月30日之前，你可以拿1万；在2020年的6月30日之后，你再可以拿1万。但是它也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得做声明，就是说你可能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你被解雇了，或者你的时间被减少了20%以上，或者是你的收入减少了20%以上，那你有可能才会拿到这个就是1万澳币和1万澳币的一个你自己的养老基金的这个钱。这个其实也是你自己的钱，只不过说你提前拿到，而不是在你退休以后拿到，好吧？那今天的话，我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政府给澳洲人民的一个经济补助那希望的话，你对这个经济补助有一些更深的一些认识，因为你必须了解，你才知道哪些经济补助你是可以拿。当然了，我也希望就是这次的疫情赶快过去，然后也希望大家注意身体健康，然后注意安全，好吧？那如果你觉得这次的视频对你的朋友或者家人都有帮助的话，也别忘了分享给他们，谢谢。感谢您的收看，请您关注本期要点和下期预览。澳洲麦克讲税法节目每周将会频繁更新，经验丰富的会计师麦克将为您介绍最新最快的澳洲税务信息，和您的生活、工作、生意息息相关，可千万不要错过哦。如果您有任何澳洲税务问题，请用手机扫一扫左侧的微信二维码与我们联系。你也可以拨打澳洲税务咨询热线871202384和海外税务咨询热线+61871202384。感谢您的关注，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哟。我们下期再见。